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，终于到马六甲啦。虽然这一次呢不是我第一次到马六甲，但是以前来到这里都只是走马看花、吃美食、拍照。这一次了解到了马六甲的历史，让我对这趟旅程更加的充满期待。历史丰富了马六甲底蕴，人文添真了马六甲的色彩。跟随着马来社购的脚步，玩转马六甲。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南部，濒临马六甲海峡，首府是马六甲市，有古城的称号。从吉隆坡出发，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8年宣布，马六甲市正式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，而马六甲也获得了众多国际赞誉，如亚洲和世界顶级旅游胜地之一，马来西亚10大最佳目的地之一，最佳街头艺术城市，以及最适合居住和退休的地方之一等荣誉。说到马六甲，当然不能忽视它的历史咯。你知道马六甲名字的由来吗？那我要开始讲讲马六甲王朝的故事咯。15世纪初期，苏门答腊巨港的王子拜里米苏拉，他原本是满者伯夷的女婿，却因为得罪国王而被追杀。为了逃避满者伯夷军的追杀，他带着随从逃到淡马锡。拜里米苏拉在淡马锡自立为王，淡马锡的宗主国暹罗深感不满，于是派兵讨伐淡马锡。拜里米苏拉不敌，率军逃到麻坡。过后，他到了淡泊河口，并在那里定居。一天，拜里米苏拉和随从出外打猎，当他在一棵树下休息时，看见猎狗正在追赶一只属鹿。那只属鹿逃到河边，突然扬起后腿，把猎狗踢进河里。拜里米苏拉看见了，便说道：“这里真是个好地方，连属鹿都这么勇敢。”于是他想为这个地方取名字。他看见身旁的大树长得非常的茂盛，便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树？”随从答道：“马六甲树。”因此，拜里米苏拉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马六甲。马六甲还有一个特殊族群，那就是巴巴和娘惹。你看过电视剧《小娘惹》吗？它讲述的就是巴巴娘惹文化。那什么是巴巴娘惹呢？巴巴娘惹是早期华人和马来人通婚的后代，也被称为土生华人。郑和7下西洋时，曾5次到过马六甲。船队每次回朝时，都有部分随从留在马六甲。这些留下的官兵和流居海外的商人，娶了当地土族及其他民族的女子为妻，生下的男性后代称为巴巴，女性则称为娘惹。马六甲王朝在全盛时期时是闻名于世的港口和经贸中心，吸引了许多中国、印度、阿拉伯和欧洲等国家的商人，使它成为东西方贸易枢纽和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之地。由于马六甲良好的航海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，一直是殖民者的觊觎之地，先后被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、日本占领过。郑和7次下西洋，也曾有5次停靠于此。这里汇聚了各国文化元素和民族背景，同时也留下了独特的历史遗产。荷兰人于1650年在马六甲建造了荷兰红屋，是东南亚最古老的荷兰建筑物。它曾经是荷兰总督和副总督的办公室，现在是马六甲历史博物馆及文学博物馆的所在地。博物馆里陈列着马六甲历史上的传统服饰和手工艺品，是马六甲首屈一指的博物馆。
丸喷泉建于1904年，是英国殖民政府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而兴建的。上面雕刻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，具有浓厚的英式风格，已经超过100多年历史，是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象征。喷泉前面有一个红色钟楼，由华侨慈善家陈若景于1886年建造，以其父亲之名陈明水命名，故此钟楼正确名称叫陈明水大钟楼。在那个时候的马六甲，钟表还是奢侈品的时候，陈若景这项造福人民的作为，使他名留千古。而且大街上也有随处可见的三轮车。马六甲三轮车主要是提供给客人到处观光马六甲的景点。若客人不想在大太阳下走路的话，也可以坐着这些漂亮的三轮车去到景点打卡，拍美美的照片。马六甲三轮车还会播放悦耳的音乐，同时还可以享受着微风轻轻吹着脸庞，一边兜风一边欣赏风景。在马六甲历史博物馆前还有很多档口，这些档口有贩卖着各种各样的物品。当游客们来到这里后，如果想带一些手信回家，在这里购买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里的小贩们有卖小饰品、包包、帽子、太阳眼镜、雨伞、马六甲的标志纪念品等等。纪念品上有陈明水钟楼的图形，买回家也可以当个收藏品。这里也有小朋友喜欢的玩具帽子和很多新奇的玩具，看看档口前有那么多小朋友，就知道有多么受欢迎了。而且这里贩卖的衣服、包包和外面有不同之处，这里所贩卖的衣服很多都是有经过挑染纯手工制作的衣服，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包包，看得我都眼花缭乱啦。来到马六甲，当然一定要带手信回家给家人、亲戚、朋友啦。荷兰红屋、红色的陈明水大钟楼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喷泉是这里最有人气的景点，而这里也被称为红屋广场。来到漫味馆呢，就有一种非常放松的心情。你看这里的摆设啊、设计啊，都非常的有文艺气息哦，而且还有播着非常轻快的音乐，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畅。你看，桌上满满的佳肴，来一一为你们介绍：猪脚醋、擂茶豆腐、羊角豆江鱼仔、榨菜鸡、鸡腿鱼、肉碎面、肉碎饭、咖啡、来吃 lemon。好，为你们试吃啦。先试吃猪脚醋。哇哦！相信很多女生呢都非常喜欢这一道菜，因为满满的胶原蛋白。你看它的肉，抖一抖的。希望我吃了过后的我的脸也会抖一抖的。
很有嚼劲哎，而且它的酱汁呢就是酸酸甜甜的。现在吃擂茶豆腐，哇哦！它的擂茶味非常非常的香，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人呢都比较不喜欢这道菜，可是这一道一定会让很多人喜欢，因为它的擂茶味没有很浓，它有淡淡的擂茶味，所以不喜欢吃擂茶的朋友们呢来到这里一定会喜欢。现在羊角豆江鱼仔，我觉得它的羊角豆有经过处理，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一丝一丝的感觉，很脆。江鱼仔，江鱼仔也是很脆。现在到杂菜鸡，杂菜鸡，杂菜有吃过，鸡也是有吃过，可是杂菜鸡放在一起的话就没有吃过。我们试试看。莫名的搭配，而且它的酱汁呢非常的下饭，这个汁我可以吃上2碗饭哦。现在到鸡腿鱼啦，鸡腿鱼，这个卖相看起来是不是很像鸡腿呢？我们吃下它的口感，吃起来也很像鸡腿。老板娘有说，很多年轻的朋友啊，吃炸料的时候呢，都非常喜欢搭配辣椒酱啊、番茄酱。可是这里的老板呢，非常的坚决，不让年轻人搭配任何酱料，因为这样呢，才可以吃到它原汁原味的味道哦。哎呦，所有的东西都飞上天了，它会砸下来吗？倒置屋，顾名思义就是倒置的房子。仿佛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起来，走进来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，带来全新神奇的感官体验。你会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在天花板慢走的蜘蛛侠，感觉好好玩哦。我觉得跟一般朋友来这里一定很好玩。马六甲这个景点，你来过吗？来到马六甲，除了来看古迹之外呢，不妨来这里感受一下当蜘蛛侠的乐趣。
Collins Place 坐落在马六甲的老城区，距离青云亭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，距离八八娘惹与文化博物馆只有800米，靠近机场街，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。房子布置朴实，具有年代感，房间宽敞舒适，让我可以在旅途中好好的休息。房子中央有个透天庭院，一缕阳光缓缓洒下，好温暖。楼下还有个小花园，非常的舒服。3间房间各有特色，干净舒适是关键。这间民宿非常适合一家人出游，租下整栋，一家人欢乐相聚。尤其是西方旅客特别喜欢这类型的民宿。你喜欢这类型的民宿吗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这里真的非常的方便，民宿楼下就有一间 cafe， 听说是娘惹餐。有没有最喜欢的 Nyonya Laksa 呢？那我们现在开餐啦！这是 Nyonya Laksa、Nasi lemak bunga telang、mee siam、Pai Tea 和 Ponte。我们先吃 Nyonya Laksa， 你看满满的料，这个有辣椒，有鱼圆，有鸡蛋，有豆卜，还有西汉。你看西汉几大个！哇，他们捞。这个呢，小小个的，是他们的香料哦。我们先吃一下的味道，掺在一起吃会有什么样的味道呢？它汤好浓郁哦，你看它不像我们平时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个汤水水的，你看它很像汁的感觉。它的Nyonya Laksa是带有一点甜，然后微辣的，而且这个Nyonya Laksa呢是这家店的招牌菜哦，你一定要来点知道。我们现在来吃 Nasi lemak bunga telang， 不要看它是蓝色就以为是色素啊，其实它是用兰花茶，是非常天然的颜色哦。现在我们来试吃，好特别哦。它虽然是粒粒分明，可是它的口感很软，很软润。然后现在我们吃mee siam，我们先放它的格仔，它有没有像我们平时早餐吃劲仔米粉的感觉？它酸酸甜甜的，因为还有放那个阿
asam 的酱啊，还有这个咖仔混合起来很搭配哦。现在到这个派蒂，那派蒂呢是娘惹的语言哦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会叫派蒂吗？你看，它倒反起来像什么？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它倒反起来像什么？像高帽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的名字就这样子由来的啦，派蒂，然后英文名叫 Top Hat。我们现在试吃啦，你看满满的馅料，来我们沾它的辣椒酱，有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吗？它的皮很薄，可是吃起来非常非常的脆。而且老板说做这个呢是非常耗时间的，因为每做一个呢都要花上2个小时哦。现在到非常正宗，每个娘惹人都必吃的 Bonday， 先来吃它的酱汁，尝一点饭。它的那个酱汁呢是非常浓厚，然后带点酸酸的，非常好下饭。然后这道呢是非常考功夫一道菜，因为它要把马铃薯啊、鸡肉啊、还有豆瓣酱啊、椰糖放在一起煮，要煮得好吃是很考功夫的哦。它的口感呢就像我们华人吃的那个马铃薯焖肉是一样的，可是它还是有带点不一样，因为它有放豆瓣酱，所以呢吃起来会更香、更浓郁哦。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满足，因为呢，这算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正宗的娘惹菜。因为老板就是一个爸爸，看我吃的那么开怀，你是不是也嘴馋了呢？影片下方呢有个导航地图，只要你点击一下，它就可以把你带到了这里啦。Cuti Malaysia，Go Go Go！